好，这回的焦点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美国的蛮横行径又添一桩了，而且川普这回是直接把手伸进了拉丁美洲，因为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委内瑞拉国防部长直接说了，有五架美国的战机呢是逼近海岸，认为说这根本就已经不是侦察了，明显就是挑衅的行为。而且呢，与此同时，华府这边也放话说，准备要动用 F-35隐形战机对委内瑞拉的毒品实验室要进行精准的打击。那现在大家就说，你表面上是反毒，但事实上很多人看得清清楚楚，认为说你是用毒品来当借口进行军事干预，甚至很多人说了，这可能是掠夺资源的前奏哦。好，那这5架美军战机，张将军你来看，真的是 F-35吗？那美国是不是会真的用这种外科手术的精准打击进入委内瑞拉？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还没有准备够。如果是他靠了这个5架的 F-35进入对委内瑞拉做打击，想用外科手术室达成他战略的企图，认为效果非常有限。因为你地面部队要不要出动？地面部队让在空中的轰炸跟攻击，它的战果相对有限。躲到地下，在地下化或在指挥所坚固的碉堡，它是所能够承受的破坏力是相对的有限。所以我倒认为，川普在这一方面，他似乎在思虑上是不够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没有后续的战术？这个外科手术室的 F-35做渗透性的攻击跟轰炸，后续呢？后续要不要做？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任务是什么？他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认为不明确。第二个，他有没有准备大量的后勤？因为大量的后勤呢，不是只打这个3天1个礼拜，那万一是打1个月、2个月、5个月呢？后勤有没有准备好？后勤的补给线有没有拉出来？屯储、战备屯储跟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前进的这个屯储有没有准备好？我认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川普是为了支持他的前任的这个国民大会的这个议长，就是我们讲的委内瑞拉国民大会议长叫做胡安·瓜伊斗？胡安·瓜伊斗已经过气了嘛，已经2年已经失去权力了，已经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去避难了嘛。他常常扶持他，我认为因为太久了，人走茶凉。那我认为美国要面对3大风险，第一个合法性不够。他说为了反毒，那哥伦比亚是南美洲最大的毒品这个生产区啊，那你会不会对哥伦比亚动手，反而对委内瑞拉动手呢？因为委内瑞拉它不亲美嘛，是不是这个样？第二个，我认为会利少弊多，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他想要拿诺贝尔和平奖，结果你对这个委内瑞拉开刀，你还想不想要有？你这边，而且由你亲自下令，你还想不想拿诺贝尔和平奖？他一直念之在之，就想要拿诺贝尔，是不是这样子？那你现在选择的利少弊多，那这是个问题。第三个，我认为这个风险也蛮大的。万一军事行动上面看起来很乐观，万一陷入泥淖怎么办？你就无以自拔。陷入之后，你可以发动战争很轻易，但是有时候要收拾、要结束这场战争还蛮困难的嘞。我认为这是个风险。川普有没有好好做评估？我认为这是个大问题。是，确实。那说到更荒谬的是，川普呢，他用一纸备忘录就把这个贩毒集团定义是这个非法的战斗人员，而且宣布说美国跟其处于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好，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美国它可以绕过国会的授权，那随时就来派兵作战。好，这下呢可不是简单的缉毒了，是把这个总统的意志，大家说你直接就是化成了军事行动，把国际法是不是踩在脚下？厉将军，那就您来看。你觉得川普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大家在讲说，你到底是要打毒枭，还是要借机来干预委内瑞拉的内政？这很明显就是干预委内瑞拉的内政啦。那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武力大概有2个主要的区别，一个是军队那军队很明显是对付外来的敌人，那叫军队。那如果说是这个维护自己国内自己的治安，那叫警察那如果说在警察跟军队中间的灰色的这种这个为非作歹的歹徒来讲的话，其实在中国大陆他们用的叫武警这种层级。那我们台湾来讲的话，譬如说是我们海巡，在海上海巡。那大陆来讲的话，他们也有海警，那是应付海上。那美国也有类似的组织啊，譬如说他们的国民兵或者是说他们的海上防卫队都是维护海上的治安，但是不需要用到军队，因为你用到军队，
必须要国会同意，而且按照联合国的规章来讲的话，你必须要正式的宣战，你才可以用军队来对付这个敌对的一个国家或团体。那如果说是纯粹走私贩毒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认为警察的战力不够来讲的话，你顶多就是海巡队嘛哈。那你现在突然用到军队，那我跟各位报告啊，这一定是之后就一定看川普的笑话。这绝对无误哈，因为这个《孙子兵法》讲了一句话：“兵贵胜，不贵久。”那这支军队在海上已经漂了1个多月了，你这1个多月，你看看那个官兵在海上的生活士气，他们后续要不要休假？我跟各位报告哈，你刚刚这个依林问得很好，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在战略目标如果说是要推翻这个委内瑞拉这个马杜洛来讲的话，那你这个是你的战略目标，你依据你的战略目标，就会决定你的军事行动哈。你依据你的军事行动，就要决定你要用多少的兵力部署，要几艘的战舰、几艘的战机，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才可以支持你的这个作战构想嘛。然后你的作战构想才能够达到你的作战目标。那我们现在看到，如果说你的目标是要推翻格瑞纳达，推翻马杜洛来讲的话，我们按照战史来看，当年这个美国要推翻海珊的时候，海珊政权也是一样，他动用多少？他整个用联合国的部队，整个组织一个盟军，将这个海珊打败。那你现在来讲，虽然说你用了8艘的军舰，其中包括 F-35战机，包括你的硫磺岛2栖攻击舰，但是如果说用这个军力来讲，要对付一个国家，我觉得还远远差太远。因为后续来讲，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委内瑞拉虽然说它国防战力不是很强，但是它后面有很大的战友啊，它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都会站出来力挺它。现在我了解的，好像中国的815电侦船已经开过去，提供相关的电子资讯情报给这个委内瑞拉。我觉得美国川普这时候你用这个事情，第一个师出无名，你怎么可以用军队去对付平民呢？而且你没有任何的证据可言。第二个来讲，师出无名。第二个很明显的就是说，你到最后无功而返，你会很难看哈，真的是会很难。如果你到时候什么都没有，你就这个鸣金收兵，部队就撤回来，那我就撤回来的可能性非常高。你说要打，早就动手了嘛。这个我们讲究作战，讲究奇袭主动，对不对？你已经在外面1个多月了，那你还没有打。那你叫什么？等人家都准备好了，你再开始打嘛？那你1个多月没有打，我认为说他就没有打，只是说川普现在不晓得怎么样结束自己闯下了这场闹剧，他不知道怎么样下台，所以他部队不晓得怎么撤回来。是立将军直接点出了师出无名这一点，因为大家也在看说，如果真的很严重，你美国用这种反毒为名，但是你派出了是空军特战部队，真的进入到委内瑞拉，那整个拉美地区都会陷入不安的。我们要从历史经验来看，从巴拿马到伊拉克，美国打的每一场战争呢，最后都是剩下了废墟仇恨。那其实这些在拉美国家眼里，他们都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认为美国你现在就是要假借毒品战争，实则你觊觎的就是委内瑞拉的石油跟天然气。那想请教杨老师，您看美国他这种非常蛮横的手段，会不会引爆拉美的反美浪潮？甚至说，那这些国家他们会不会团结起来，转向中国来寻求资源？团结起来应该在这个事件上，不容易引发，但是集体性的其实已经在经济层面跟中国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因为美国的门罗主义下对中南美洲的政策，这个将近100多年来其实没有太大的成效，你看反而使得中南美洲贫富差距非常严重，而变成美国的经济作物的就是后院，同时呢。贫困的这些人们只好用移民的方式，用2个脚往就是墨西哥跟美国，使得美国更加的感觉到它的优越感，高高在上。所以现在这个反移民问题，也使得中南美洲对美国的这种信任感其实是跌落的哈。那这一次你看到底美国会不会对委内瑞拉动武哈？如果从一个问题来看的话，他对于马杜罗的悬赏提高到$5000万了。本来是2500万，这个在1989年去打巴拿马的时候，诺瑞加也当时先是这样子做，他把他的悬赏金提高到非常高。那第二个就是已经就兵临城下了，就在几个小时之前，5架F-35刚刚提到的，已经接近到委内瑞拉自己本身的 ADIZ， 甚至进入到距离海岸只有75公里的地方，这是明显的挑衅。
你在别的国家这个不可思议的，哦，所以那它当然它只是一个就是说经过，那但是高度维持差不多在18000公尺左右这个高度，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作为使得委内瑞拉大幅的这个反对。那可是这个动作已经做的地步，你会不会打？哦，可是如果他真的要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现在发觉到在大陆上的一些军迷们就在等啊，因为委内瑞拉他购买了中国大陆制作的反舰飞弹，哈，叫这个应该是叫就是一种特殊的反舰飞弹啊。那它事实上非常有这个功用 ，C802A 啊，也叫做鹰击8啊。那但是呢，另外他也购买了大陆的一些就是坦克跟这个装甲车。所以实际上，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川普这边可能认为，看他要不要听这些将军的专业的这个建议了哈。因为照刚才我们讲的话，他把这个将军都当做自己的好像自己家族里面的这些家奴一样，企业黑帮。那这会不会听他们的专业意见？你真的打下去，到时候又落亏，又出现问题怎么办？哦，所以他等于是卡在这边，那不断的用一些威慑的这个效应。那可是其他的，我觉得中南美洲国家哈，在这次事件当中，慢慢的跟美国的确会越来越疏远。不过，美国在经济跟军事上的确在这个区域还是主导性非常强，而中国大陆只是在经济政策上协助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可是以国际关系互动来讲，他这种这么蛮横的行径，不会引发一些反美的浪潮情绪上来？民间一定会，但是民间也对于他们内部的这种贫困。贫富的差距，然后最近的距离还是往美国去。那现在虽然反移民的措施，使得前往美国的移民减少可是呢，我想还是挡不住大家寻求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可是，在一般民间社会，对于美国应该还是有，就是说对这些如果真的打到委内瑞拉的话，这个反美的情绪一定会高涨的。是，谢谢3位专家精彩的点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